江小姐，我们集团欢迎您的加入。大洋彼岸的安娜得到我确切的回复后，雀跃地笑出了声。不知道您打算什么时候入职呢？我想了想后回答，2周内我会去的。说完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傅明轩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身后，他皱着眉问：“你要去哪？”我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：“出国。”傅明轩听了冷笑一声：“不是我说你至于吗？不就是昨天结婚5周年，我把婉宁带过去了吗？至于拿出国吓唬我？”我没有多做解释。他不知道，他跟叶婉宁在法式餐厅的那段法语对话，我能听懂。他肆意跟别的女人吐槽这5年来对我的不满，骂我是愚不可及的白痴。你不知道，他除了工作、洗衣做饭，跟我根本没有共同话题。我跟他聊风花雪月，他却跟你扯公司效益，一点情调都没有。找了他，跟找了个保姆没什么区别，真后悔当初跟他结婚。叶婉宁在一旁笑着附和，带着玩笑的语气问：“那轩哥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出国，你会选择我吗？”傅明轩是怎么说的呢？他真诚而坚定地说：“一定会的。”换做以前，我肯定会大闹一场，可这次我却出奇的平静，对着服务员怜悯的眼神吃下最后一块牛排后，起身离开。你们聊得开心，我先回家了。叶婉宁假惺惺的起身留我：“江姐，我和轩哥就是聊一些工作上的事，你别多心。”我没有理会，继续往外走，却听到傅明轩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你别管他，他就是个神经病。”最后追上我的只有刚刚餐厅内的那名服务生。他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：“女士，我想有些话我应该告诉你。”我对他笑了笑：“谢谢你，我都听得懂的。”我依稀记得那位心善的服务生最后看我的眼神，怜悯中带着悲凉，是挺可悲的，所以这段婚姻是时候结束了。傅明轩对着我一顿说教后，发觉我并没有太多反应后泄了气，转而说起了别的事。婉宁准备来我们公司，我打算让她顶替你的职位。毕竟人家说出国留学的高材生比你更能胜任。以后你要是还想工作的话，就做婉宁的秘书，替她打打下手。不想的话，就回家好好做全职太太。他一边说，一边观察着我的表情。原本就打算离职的我心中暗喜，本来还在想怎么解释要离职的事，真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。我想也没想应了下来：“行啊，我离职，让他做总经理吧。”傅明轩以为我生气说反话，随口安慰了我2句：“不让你工作也是为了你好，多少女人羡慕都羡慕不来。改天我带你出门旅游散散心。”我摇了摇头拒绝了：“你要是真有心，这周陪我去孤儿院看看院长吧。”傅明轩闻言应了下来：“可以，我也很久没回去看看院长了。”我和傅明轩从小在同一所孤儿院长大，女生小时候比男生发育得快，所以每次有人欺负她的时候，都是我挡在她前面。那时候傅明轩总眨着亮亮的大眼睛对我说：“等长大了，换我保护你，绵绵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。”可惜啊，一辈子太长，随口的许诺又太轻，傅明轩没有做到。大学那年，他就变了心。城市的繁华迷了他的眼睛，他爱上了朝阳明亮的叶婉宁，法语系的系花。在傅明轩为了他专门选修法语的那一刻，我就应该明白过来的。不过叶婉宁那样惹眼的存在，当时并没有看上傅明轩，而是跟一个富二代出了国。直到如今，傅明轩功成名就，我这朵曾经的红玫瑰彻底成了蚊子血，衬托的叶婉宁愈发的高洁美丽。第2天，我到公司收拾东西，一路上员工看着我的眼神神色各异。有我跟我亲近的老员工上前小声告诉我：“江姐，傅总一大早带这个女人去了你办公室，刚去就让人把你东西往外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我点头表示知道，拍了拍他的手让他安心。一进办公室，就看到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都被搬空了，垃圾桶里还扔着我和傅明轩的结婚照。叶婉宁得意地看着我：“对不起哈江姐，轩哥他非得让我快点搬进来，一大早就让人过来收拾了。”他低下头看着垃圾桶里的照片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呀，是谁这么不小心把轩哥和你的结婚照弄进垃圾桶里了？”说完，他俯身将照片捡起来递给我。我接过后，从相框里将照片取出来撕了个粉碎。脏了的东西就没必要捡起来了。身后传来傅明轩的惊呼：“江未眠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舍得撕掉这张照片？”他上前把撕碎的碎片捡起来，试图拼凑完整，
可碎裂的东西哪怕再用心缝补，终究回不到最初的样貌，一如我和傅明轩之间的感情。从前，我也十分珍视这张照片。刚结婚那会儿，傅明轩刚刚创业，我们穷，买了结婚戒指之后没有多余的钱。我跟他说，咱们也不是非得拍婚照，以后补回来就好了。可傅明轩说，我就想你跟我结婚，不能太委屈你。为了拍那一组写真照，他熬了10个晚上，打了10天的零工才凑了出来。现在想想，那一组照片其实不贵，也就1000多，连傅明轩现在的一条领带都买不起。可正是这一组照片，让我在知道他曾经有短暂的变心的前提下，依旧义无反顾地嫁给了他。可事实证明，一旦有了裂缝，就得趁早割舍。我没有理会傅明轩的歇斯底里，随手拿出一份协议，这是我的离职手续，你签个字吧。傅明轩见我从前天晚上到现在一直平淡冷漠的样子，脸上难得闪过一丝心慌。他接过手续后看了眼说，你要是不想离职，我们也可以商量，我再给婉宁安排别的职位。一旁的叶婉宁慌了神，不想到嘴边的鸭子飞走，拽着傅明轩的袖子撒着娇喊了声轩哥。傅明轩难得的没有理会叶婉宁，而是看着我，等我回答。我笑了下，依旧从容淡漠，不用了，这么多年，这份工作我干够了。傅明轩暗暗咬牙，心底也憋了一股劲，他狠狠地拍了下桌子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别后悔。他翻开协议，正要仔细看，叶婉宁怕再横生变故，捂住肚子喊着，轩哥，我肚子疼，你快点签了，带我去医院看看吧。傅明轩闻言，提笔飞快地写下了名字，抱着叶婉宁就跑了出去。我看着桌子上的离职手续，悬着的心彻底放下。傅明轩不会知道，这里面夹着的是离婚协议书。从他签下字的那一刻起，我同他便是陌路了。我拿起协议，离开公司回了趟家，把属于我的东西一件件的清点了出来，能带走的带走，不能带走的统统扔掉。我删除着这栋别墅里我和他的点点滴滴，有13岁那年，傅明轩折了半个月的1000颗星星；有18岁那年，他写给我的情书；还有他跟我求婚时花了所有的钱买的金戒指。这些曾经都是我所珍藏的宝贝，可没了爱，如今看来是那么的廉价。傅明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8点了，他风尘仆仆地推开门，看到明显少了很多东西的家，皱了皱眉。回过头又看到我整理出来的大包小包的行李，随口问了句，你在干什么？我胡乱找了个理由搪塞，家里的杂物太多了，我整理整理。他半信半疑地打开衣柜，看到只有他衣服的柜子，疑惑地问，你的那些衣服呢？我笑了笑，你不是让我做全职太太吗？我那些衣服都旧了，打算扔了买新的。傅明轩闻言冷哼一声，你倒舍得花我的钱，不过买就买吧。对了，明天我腾了时间陪你回孤儿院。我应了下来，行。到底是从小到大一起长大，最后的时间，我还是想体面地和他说再见。周六一早，我穿上了漂亮的衣服，难得地打扮了一下自己。这些年，我一边忙着公司的业务，一边操持着傅明轩的生活起居，没有一点自己的时间打理自己。我仔细看着镜子中的人，与记忆中的模样相比，的确老了许多。也难怪傅明轩骂我是丑八怪，黄脸婆傅明轩则穿着熨贴合身的西装。我们简单吃了早餐就出了门。路上的时候，我和他心平气和聊了很多，聊小时候在孤儿院的事，聊那几年创业的艰辛。可车开到一半的时候，一通电话打破了平静。我用余光瞥见了手机屏幕上的字，宁宁，是叶婉宁。电话刚打完，傅明轩就停下了车，他面色为难地看着我。绵绵，公司突然有点事，我得去处理。我没有捅破最后的窗户纸，推开车门下了车，透过车窗真诚地跟他说了一声再见。傅明轩，再也不见。我打了辆车，独自去看了院长妈妈。她年纪大了，头发花白，一直拉着我的手问明轩怎么没来。我不忍跟他说实话，只好编了个谎话，他公司忙抽不开身。院长闻言叹了口气，我总感觉明轩这孩子变了，以前再忙也会抽出时间陪你的，现在这是怎么了？我笑了笑，没有回答。在孤儿院待了一上午后，我回了别墅，在别墅留下签好字的离婚协议后，拖着行李就出了门。在上飞机的最后一刻，我用法语跟傅明轩道了别，很小心眼的在最后加了一句，你才是白痴。
然后拉黑了他所有的联系方式，并换了一张新的电话卡。此后，我与他再不相见。到了巴黎后，公司派来接机的是一个身高188的法国大帅哥，他的眼睛是深蓝色的，像是一望无际的大海，清澈明亮。他十分绅士地接过我的行李，用不是十分流畅的中文跟我说：“你好，江小姐，我是总部派来接您的，您可以叫我艾伦。”我笑着跟他握了握手，用法语告诉他：“你可以跟我讲法语的，我会。”他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后，笑着夸我：“您法语讲得真棒。”我笑了笑，过誉了。下定决心学法语，还是因为傅明轩一次次当着我的面和叶婉宁用法语交流。我问他们说什么，却搪塞我说是工作上的事情。可什么工作能让人这么开心，眉飞色舞？那段时间，我每天再忙也会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用来学习法语，甚至空闲时的娱乐也换成了看法国电影。我希望在他和叶婉宁聊天的时候，我也能够跟他交流。可在我学会后，听到傅明轩用法语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江未眠就是个白痴，我早晚会跟他离婚的。”也是在那一刻，我彻底看清了他的嘴脸。与预想的难过不同，我出奇的冷静，或许是心底早有答案。所以，即使他们当着我的面一遍遍地用法语嘲笑我、挖苦我，我也没有丝毫表露出来。我不再把心思花在傅明轩的身上，而是一步一步将公司的客源一个个的尽数把控下来。我加入这家法国企业的依仗，也正是我手中所掌握的这些资源，以及我在新能源领域深耕多年的经验。傅明轩总挖苦我是个白痴，可真正白痴的人是他自己才对。公司被挖空了都不知道。我猜想，此刻发现客源大量流失的傅明轩，一定跟热锅上的蚂蚁没什么区别。说来也巧，我来法国后对接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傅明轩的公司。因为流失大量客户，没有客源，他不得不开始寻求国外市场。而我所在的法国企业是他无法越过的大山。与此同时，傅明轩面临着一个更大的问题。在我走后，那些从创业初期陪着我和傅明轩一路走来的老员工，得知我和他之间的事后，纷纷提交了离职报告。我偶尔会登录以前的微信，很多老同事发微信安慰我，祝贺我离婚快乐，恭喜我人生开启了新的旅途，并表达了以后希望还能一起共事的愿景。我一一表示了感谢，但更多的是傅明轩发来的消息。从他发现我离开的那天起，每天都会发。从一开始的质问我为什么会法语却不告诉他，到后来一遍遍地跟我道歉。他细数和我一路走来的那些事，从小时候在孤儿院的彼此依靠，到上学的时候他一遍遍地给我辅导作业，再到后来毕业创业，最难的时候我们共吃一碗泡面都没有想过放弃彼此。怎么说散就散了？怎么说散就散了？我心中冷笑，他做了错事，却反过来问我。我没有理会他，他的这些话只会让我愈发清醒，明白自己的选择是对的。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，一转眼就是3年。这3年来，我一步步从法国总部的经理做到了中国区的董事长，其中付出的努力只有我自己知道。3年间，我没有再谈恋爱，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忘记傅明轩，相反，我身边男人不少，其中包括刚来法国时给我接机的那位法国蓝眼帅哥。他曾向我表白，我明确地告诉他，做爱行，做爱人不行。下一秒，他就搂住我的腰吻了起来。该说不说，他的技术很棒，以至于我一直没有换掉他，甚至在我回到中国时，把他也调了过来。这3年，我一步步让自己强大，也愈发明白，女人最能依仗的就是自己。当自己在某个领域绽放光芒时，无论是男人还是财富，都会自己走来。让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回国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会是傅明轩。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我回国的消息，在我落地后堵在了接机口。他看到我后，努力地朝我挥着手：“未眠，这里。”我的目光顺着他的呼喊看了过去，对比3年前的傅明轩，现在的他看上去苍老了许多，泪沟深深，脸上也有了皱纹，远远看去，甚至能看到头上的白头发。相较于傅明轩的激动，我显得很平静。我没有刻意地避开他，当初做错事的人不是我，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走到他面前问：“有事吗？”面对我的淡漠，傅明轩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，他近乎祈求地看着我：“未眠，这3年来，我想了很多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，你
你能不能原谅我？我颔首，道歉我接受，所以还有其他事吗？那你能跟我回去吗？他上前想拉住我的手，被我避开。我郑重地警告他，傅明轩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请你自重。他红着眼摇头，可我没有同意，那份离婚协议也是你骗我签下的。我冷笑，可那又如何呢？事实是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改变不了任何，没有其他事的话请让开，不让我报警告你骚扰了。傅明轩表情有些破防，他张了张嘴，最后还是没有说出话来。我拖着行李从傅明轩身边越过，跟在我身后的法国小狼狗用法语问我：姐姐，他是谁啊？我笑着回道：一个白痴。我承认，在某些方面，我的确很小心眼。这几年，我其实陆陆续续有从共同的好友里听过傅明轩的消息。我离开后，他发了一段时间的疯，到处找寻我的痕迹，整宿喝得烂醉，装的好像有多深情似的。后来得知我去了巴黎的消息，也买了机票飞了过去。他在巴黎待了1个月，期待能和我偶遇。那1个月的时间里，叶婉宁知道自己留不住傅明轩的心，开始做假账，转移傅明轩账户上的财产，短短1个月的时间就被转走了8000万。等傅明轩得知消息回来后，叶婉宁已经办了美国的绿卡，移民到了国外，至今没有被抓回来。傅明轩的公司也因此面临破产清算，对外宣告了破产。所以我清楚地知道，他道歉不是因为他知道错了，而是他知道我是他目前所有选项中的最优选。将一切安顿好后，我回了趟孤儿院看望院长。对比3年前，他弯着腰坐在门前晒着太阳，整个人看起来更显疲态，脸上的皱纹也愈发多了，岁月在每个人身上都留有痕迹。他看到我很欣喜，迎了上来，我连忙上前搀扶住了他。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：未眠，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啊？一个人去异国他乡这么久，得遭多少罪，受多少苦啊？我笑了笑，摇了摇头说：不苦，您看我现在事业好着呢。院长却只是像小时候一样摸了摸我的头，傻孩子，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打拼这么些年，怎么可能不遭罪？你和明轩的事情我都知道了，这件事是他做的不对。我没有答话，我怕院长会劝我和他复合，可没想到他拉着我坐下后说的是：离了也好，昨天他来找我，跟我说希望我劝劝你。我把他赶走了，他自己不懂珍惜，就该承受相应的后果。我眼眶有些湿润，我还以为您要劝我再和他试试呢。老院长叹了口气，我们女人活在世上，本就难上3分，若再是伴侣不如意，便是空耗自己的一生。小时候那些熊孩子欺负明轩，是你一次一次的护着他，那么多人你也会怕，可你还是护着了他。毕业那年你们创业，你名校出身，想找个富贵人家过好日子，多轻松的事，可你却愿意陪着他啃冷馒头喝冷水，才一步步有了今天。他但凡能想来实路，就不能做那么多对不起你的事。我若替他求情，对不住的是你的真心。他将我拉到怀里，像小时候那样抱了抱我。时间真的过得很快，小时候孤儿院我和傅明轩植树节种下的那棵小树，现在已亭亭如盖，我和他也物是人非。在孤儿院陪了院长1下午后，我就回去了。没想到晚上的时候，我居然上热搜，不知道是谁将我同时和8个男人相处的事情爆了出来。热搜词条上写着：井号恒泰新能源中国区董事长的8个男友，井号炸裂，上亿女总裁的8个狼狗男友，井号女总裁和小狼狗聊天记录被曝。评论区里还有我和其中1个男人的聊天记录，还有一张法国小狼狗跟我在酒店拥抱的照片。我随手翻了一下评论区，我去，这么炸裂的吗？8个！姐姐，你的生活我的梦。那个法国小狼狗好帅啊，那蓝汪汪的大眼睛简直要撞到我的心巴上了。不是我说，你们这些人没有廉耻心吗？脚踏8条船哎，简直败坏社会风气。这是如果发生在男生身上，不得被你们骂死。还没看完评论，一通陌生来电打了过来。我接通后，手机里传来傅明轩的声音：未眠，你现在还好吗？我瞬间明白了这条热搜是怎么回事，我没有遮掩，而是直接问他，这件事是你爆出来的？电话那头的傅明轩沉默下来，变相的算是承认了。我冷笑一声，可真有你的。电话那头的傅明轩连忙开口解释：未眠，你听我说，只要你答应和我复婚，我马上让狗仔删掉。
并出面给你澄清，不会影响你的工作。心中对傅明轩的下线再一次刷新，我讥讽道：多大个事啊，现在是21世纪，网友的接受程度很高，被8个男人喜欢，那只能证明我有魅力，你情我愿的事情罢了。而且我一步步走到今天，靠的是我的能力和资源，小小一个花边新闻就想威胁到我，做梦！我随手挂了电话，给法国小狼狗打了过去。艾伦，那些聊天记录和照片是你提供的吧？不是我，姐，我没。电话那头的艾伦下意识想反驳，不用急着否认，我就想知道你图什么。电话那边的艾伦沉默了会儿，我耐着性子等待他的回答。良久，他开了口：我想我和姐姐的关系能再进一步。我反问他，所以就把自己的照片和那些聊天记录给了傅明轩，想借他的手，利用舆论坐实男友身份。我原本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，最开始我就明确跟你说过了，做爱行，做爱人不行，这一次你越界了。明天我会向总部申请你的调令，将你调回巴黎，多余的话不用说了。从傅明轩之后，男人只不过是我生活的调味品。那条热搜并没有在网络上活络太久，爆料的博主删除了帖子。法国总部那边也压了压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浪。倒是傅明轩发微博给我澄清，我是姜未眠的前夫，姜未眠是很好的女人，她如今变成这样都是我的错。这件事也是我捅出来的，我希望她能回头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现在看来是不可能了。这件事的另一个主人公艾伦也下场给我辩驳，一切都是我自愿的。我从始至终知道未眠姐还有别的男人，她一开始就跟我讲明了。因为这件事，我的微博粉丝几天内涨了100多万，甚至有粉丝发私信向我取经，问我：姐，怎么才能做到让这么多帅哥死心塌地爱我啊？我没有回复他们，而是发了条微博：爱人先爱己，提升自己，然后享受世界。这件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。傅明轩从这件事之后也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，直到叶婉宁被捕回国，他在美国的一条微信消费记录被警方捕捉到，警察通过地址进行了跨境追捕，最终被捕遣送回国。在美国的2年半，他将8000万挥霍的差不多了，能追回的钱并没有多少，对于傅明轩而言杯水车薪。在叶婉宁判决的法庭上，我也去了。叶婉被判10年有期徒刑，缓期1年执行。闭庭后，傅明轩冲到他面前，激动地质问他：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？我哪里对不起你？叶婉宁冷笑一声：傅明轩，你怎么好意思问？姜未眠为你做过那么多，你却能当着他的面用他听不懂的语言去骂他，你觉得你这样的人，我会真的把未来交付给你吗？从头到尾，我图的只有你的钱。可我发现，自从姜未眠从你的公司离开，你公司效益一落千丈。我要是等你公司破产再跑，那才真的是人财两空。叶婉宁的话扯掉了傅明轩身上最后的遮羞布，他崩溃地坐在地上痛哭，看着我的方向说着对不起，我没有理会。在要离开的时候，叶婉宁看着我说：姜未眠，你现在很得意吧？我转身看他笑了笑，我得意什么？你现在的结局不是你应得的吗？你犯法了哎，美眉。我笑着走出法庭，再次听到他俩的消息，是3个月后。傅明轩受到打击，一直借酒浇愁。某个夜晚，喝醉的他持刀找到叶婉宁，捅了他10几刀，发泄怨恨。叶婉宁当场死亡，傅明轩也被捕入狱。有人在傅明轩的住所发现了一封信，是写给我的。警方给我的时候，我并没有打开看，而是直接撕碎丢进了垃圾桶。我对他们并没有过多的情绪，只唏嘘人生无常，或许命运早在不为人知的时候一一安排好了未来，他们的结局与我并无相干。我抬头看了眼天空，阳光明媚，今天是个好天气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